床垫、被罩长时间不清理，上面会滋生大量螨虫，给我们的皮肤健康带来困扰。螨虫的繁殖速度非常快，只要几天就能繁衍出成千上万只。此外，螨虫的生命力非常旺盛。下面给大家介绍床垫清除螨虫的小技巧，只需轻轻一喷，螨虫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朋友们快来了解一下吧。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盆子，加入适量酒精，再来点小苏打，花露水适量，洗洁精来一点，以及一条干净的毛巾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这些成分混合在一起，它可以发挥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帮助去除床垫上的细菌和螨虫。在擦洗之前，有一个重要的步骤不能省略，那就是使用吸尘器清除床垫表面的灰尘和杂物。这一步骤可以确保我们在擦洗时能够更好地去除床垫上的污渍。接着取一条干净的毛巾，浸湿后沿着床垫表面进行擦拭。在擦拭的过程中，要特别注意污渍较重的区域。对于这些区域，可以反复擦拭多次，或者将湿毛巾覆盖在污渍上一段时间后再擦洗，以便更好地去除污渍。完成擦洗后，将毛巾洗净，再使用干净的毛巾和水重复擦拭2到3遍，以确保床垫彻底清洁。在擦拭的过程中，要注意观察床垫的变化，确保污渍被有效去除。最后一步是用吹风机将床垫吹干。这一步骤非常重要，因为如果床垫潮湿，很容易再次滋生细菌和螨虫。使用吹风机可以快速将床垫吹干，无需搬到户外晾晒，既方便又实用。经过这样的清洗流程，床垫焕然一新，异味也得到了有效去除。此时，床垫散发出清新的香味，为我们创造一个舒适、健康的睡眠环境。这种清洗方法不仅简单，而且效果明显。希望大家能够尝试并认可这种去螨虫床垫的方法。螨虫并不是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的虫子，但它们的存在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。螨虫带给人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过敏反应。螨虫的粪便和尸体碎屑是过敏源的主要来源。螨虫粪便中的一种蛋白质被认为是诱发过敏反应的主要元凶。如果你对螨虫过敏，那么与螨虫接触会引起一系列过敏症状，包括打喷嚏、流鼻涕、鼻塞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、皮肤瘙痒和皮疹等。二、呼吸系统问题。螨虫的尸体和废物碎屑被悬浮在空气中，当人们吸入这些微小的颗粒时，可能引起呼吸道问题。对于哮喘患者来说，螨虫可能会加重他们的症状，导致呼吸急促、喘息和胸闷。三、皮肤问题。螨虫咬人的情况虽然较为罕见，但在一些情况下，它们可能会通过咬人皮肤引起瘙痒和炎症反应，这可能导致红肿、皮疹和可能的继发感染。四、病菌传播。螨虫可以是一些病菌的携带者，如细菌、真菌和病毒。尽管螨虫本身并不能直接传播疾病，但它们可能在它们的身上携带病原体，并将其传播到人体表面。这增加了某些传染病的风险，尤其是那些与螨虫共同栖息的家庭成员或室友。螨虫是非常喜欢吸附的，所以可以说只要是床上用品有的地方，它们就会在。床上用品有床单、被褥、枕头、外套、床笠等地方。就算是这些床上用品的底下、床垫上、床架里，只要床上用品能包裹着的地方都有可能，甚至就算是床头板上都有可能。这就是因为螨虫能透过缝隙进入小空间的能力，
再加上它们在床上用品等地方繁殖的能力。那么，既然枕头这样的小地方都能产生螨虫，那我们自己呢？我们身上是有汗、有油污和皮屑这些东西的，螨虫是不挑食的，只要是食物，它们嘴巴就够长，细菌是最能吸引它们的。我们人身上有螨虫也是非常正常的，只不过我们自己能保持清洁，没事搓搓身体，给手脚洗洗澡，定期洗洗头，这样就能保持身上的螨虫数量比较少。螨虫是一种喜欢温暖潮湿环境的生物，适宜的温度为20、30度，湿度为60%、80度，这也是为什么在潮湿的季节或温度适宜的环境下，我们更容易看到螨虫的原因。此外，螨虫还爱吃我们的角质、头发、皮屑等，因此在我们经常接触的地方也更容易滋生。螨虫虽然不是致命的生物，但却会引发很多人的过敏反应。螨虫分泌的粪便、死亡的躯体等都会在空气中悬浮，被人体吸入后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，如哮喘、过敏性鼻炎等。因此，及时清理螨虫是非常必要的。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气温逐渐升高，炎热的夏季来临，这个时候被子也就成了很多家庭中的卫生死角。很多人都会忽视定期清洗和晒干被子，如果长期不清洗被褥，可能会导致被褥内的螨虫数量急剧上升，甚至超过100万只。这些螨虫会以人体皮屑为主要食物，它们的存在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还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造成影响。定期将被子放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中晒晒。晒被子虽是家常便饭，但许多人并未掌握正确的晒被方法。正确的方法是，定期将被子放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中晒晒。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有效地杀死被子上的细菌和虫子，同时也可以去除被子上的异味。但晒被子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一般来说，晒1-2小时即可。如果晒太久了，可能会导致被子缩水或者变色。如果天气晴朗，阳光强烈，建议在早晨或下午进行晒被子，以免中午太阳光照射过强而烫伤皮肤。为了确保被子能够彻底晒干，建议连续晒2天。晒被子时，要确保阳光能够照射到被褥的里外，这样才能有效地去除被子上的细菌和虫子。定期清洗床垫和晒被子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有效地去除被子上的细菌和虫子，保持被子的清洁和卫生，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。我们应该定期清洗床垫被子，让我们远离螨虫的困扰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如果您有其他的去螨虫的方法，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